价格超有优势。我知道我们会讲，我们一定会讲，但是你 logo 印那么大，那么白一个还黑底，你干嘛？你市占率很低吗？你麦克风在自媒体的曝光还不够多吗？那么大一个，我们凭良心啊，凭良心，嘎的真的还有良心吗？这好看吗？我出去玩，然后在身上贴这么大一个 logo， 我是赛车选手吗？你就是我的 sponsor 吗？欢迎收看冰岛来了，我是詹冰。我不确定你想不想买，那我的感想是很丑。我不是说设计，这很主观，你可能更喜欢这种透明有科技感的外壳。我有疑问的是，这个 logo 到底有病吧？这个 logo 我花钱了，我还要帮你打广告。我想特别称赞一下 Go Ultra 的客制化 skin， 英文是 skin， 它中文写贴。我一开始以为是贴纸，但是它是有曲度、有厚度的壳，而且做一盒是给2片。客制化不管是作为视频或是自拍的设备，都能大大的提高使用者的认同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像手机壳也是。那这样子贴在机身也稍微可以防刮，材质也很不错，色彩还原度算蛮高的。就算我为它手机拍的照片也是可以，不保证100%还原色彩，但我实际拿到是真的觉得很不错，我很喜欢。然后强烈建议 Insta360可以找绘师设计一系列好看的 skin， 我相信这会非常有机会让 Go Ultra 在全球爆红，看好你哦。那 Nano， 就是一个小8，很像一个胖胖的数字8，不觉得吗？小波，这两个设备的使用体验差蛮多的，不是好或坏，是使用的方式很不一样。首先是接萤幕的拍摄 ，Go Ultra 要放回凹槽 ，Nano 要瞄准卡扣，用力连接本体，一定要用力压紧哦，喷头50收。那在手上的感觉 ，Go Ultra 更像是一般的运动相机 ，Nano 就很一言难尽。它机身轻，萤幕重，不会不好，只是一言难尽。主观视角拍眼前 ，Nano 我有点不知道要抓哪里，我很想掐小8的腰部，但是这里是快拆，你自己感觉一下。Go Ultra 的握柄比较好抓，但是会掐到萤幕，你不想捏到萤幕就要掀起来，小麻烦了。自拍看萤幕 ，Go Ultra 是用翻转萤幕 ，Nano 是要把本体拆卸后转向。Go Ultra 比较方便，萤幕也差了快2倍，但其实2个萤幕一样烂，都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焦。不管你是选哪个，我都建议不要太近拍东西。最大的差异是单机身使用，重量2台差不多，但 Ultra 的握感比较差。它有送安全绳，你可以抓安全绳。Nano 相对好拿很多，代价是比较胖，会比较不好藏起来。虽然 Ultra 相比 Go 3S 也不小，但实际拿在手上还是能感觉到 Ultra 相对迷你一点。竖拍的话 ，Nano 比较直觉，很明显知道现在是垂直还是水平。Go Ultra 要摸一下平滑面在哪里，平滑面朝下才是正面的横视，要拍直视就是要找到平面再转90度。Go Ultra 只有背面可以磁吸 ，Nano 是侧面与背面都可以磁吸，底部不能磁吸，非常可惜。竖拍用户表示没有人权。然后你们应该注意到我 Nano 的外壳不太一样，这是标准盒装附赠的防烫框，所以你可以预期这个机器超烫，逻辑会手指刺麻麻的程度。我是建议你长期装的这个外框，这个外框没有遮到 logo。有个我个人非常介意的事情是 ，Nano 不会震动，所以你单机身没有震动回馈会比较不好辨识机器现在的状态。像我很讨厌相机一直在哔哔叫，但关掉声音，只靠灯号判断录影的状态，在太阳下会比较困难。需要震动回馈的人，尤其是喜欢单机身的人，我就会建议 Go Ultra。然后 Nano 有一个很有病，不是很前卫的使用方式，它可以搭配萤幕吸在胸前，这对把你当工具人的朋友来说很实用，你就是它的人体 Vlog 支架。DJI 首次在 Nano 采用了双向磁吸 Action 5跟 Osmo 360的用户气到捶墙壁，这表示 Action 6和 Osmo 360 2代很有可能会提供双向磁吸，刀法都是刀法。是说 Insta360 500年前就是快拆系统 ，Nano 可以跟 Action 5和 Osmo 360共用，但你先不要太激动，因为除了自拍感，其实没有太多需要共用的配件。Nano 的配件偏向要求轻量化，比如说帽夹，它还是需要很多它的专用配件。再来是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画质 ，Nano 有10bit log， 可是 Nano 的超级夜景模式没有 log。感光元件的话是 Go Ultra 的1.28英寸，比 Nano 的1.3英寸稍大。Go Ultra 新增自动低光模式 Auto Pure Video， 但我猜 Nano 未来也会有自动超级夜景。
其他的动态范围啊、噪讯、曝光逻辑各有优劣，各有祖传的缺陷。你会发现我讲的超快，因为我不希望你太期待。它们的低光解像力跟防震都处在一个蛮尴尬的状态。试一下跑步。Go Ultra 有自动低光模式 Auto Pure Video， 这会让这种盲拍类型的设备在易用性高出非常多。除非你都会连着萤幕使用，那当然就没有关系。在我脱离萤幕之后，如果什么都不能设定的时候，有没有自动低光模式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虽然 Nano 也有低光模式，但是它不是自动的，就变成是你一定要连着萤幕，然后是环境的变化去调整说你现在要开低光模式还是要开一般录影模式。专属特色功能 ，Go Ultra 有 Free Frame 直横自由构图功能，还有2倍无损放大。这2个感觉在 Nano 之后的更新有可能可以跟上。然后大头宝宝，这要看 Nano 将来有没有要研发微距镜，不然现在只有 Go Ultra 可以玩。Nano 则是有 4K 120p 的慢动作 ，Go Ultra 只有 2.7K 120p。虽然我用不到，我觉得这种正常使用都可能会过热的机器，你就记录生活吧。但这只是我觉得，你用得到就选 Nano。Nano 的用户比较常会遇到充电警告，就是我2台机器一起带出去的时候 ，Nano 会常常跳出它电池过热充不进去的警告，但它只是充不了电，录影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续航2台差不多都是 4K 30p， 单机声可以录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不到，然后天气太热都可能会过热。我这稍微借我离题一下 ，Nano 的爆料其实在8月就有了，但是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以为这个盖子是电池仓，然后这是 USB-C 跟记忆卡槽啊，记忆卡槽怎么会在荧幕上？好失望！而且这个记忆卡槽就是有点逼机啊，别扭又奇怪的意思。它单机身是有内建储存空间的，但是没有任何开孔，所以你要传档案一定要插回荧幕。非常快，不要误会，我对机内储存空间没有任何的意见。只看传输速度 ，Nano 可以到400 MB 甚至600 MB， 是一般 Micro SD 的4到6倍，超快。只是这个记忆卡槽啊，有点废，就你不能用记忆卡录影，你机器插回荧幕也不能录影片到记忆卡，所以这个记忆卡槽的功能只是让你把机身的档案复制到记忆卡。原来你集成的是读卡机吗？我还以为跟 Osmo 360一样可以用记忆卡录影啊，傻眼！麦克风，你们记得 Mic 2跟 Mic 3也有把 logo 印在身上吗？2个 logo， 我是赛车选手吗？你只是要用无线麦克风的话 ，Go Ultra 也有蓝牙。Nano 更有优势的地方其实是 DJI Osmo Audio 的1对2，就是你同时要接2个无线麦克风的话 ，DJI 相机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可以透过蓝牙做到的，非常厉害。可是回到 Nano 啊，不要说同时收2个人，你如果要用无线麦克风的话，不太可能是考虑买迷你相机，应该是先选 Pocket 3或是 Action 5。不然就是等接下来的 Action 6这些 Vlog 主力设备，因为它的画质还不够好。那如果是作为补充素材的话，记录小孩、宠物、即时互动的设备 ，Nano 或 Go Ultra 磁吸于胸前这个位置，跟脸颊麦克风的位置也差不多了，机身收到的声音也不会太差。自拍的话 ，Go Ultra 有一个超明显的指向麦克风罩，前面也是给你听的，效果不会很差。不然你都追求解放双手了，还要顾电量，要顾萤幕，现在又要顾麦克风，太累了吧？那我现在这个地方蛮吵的，有车子一直在经过，你们可以听一下这2台机器它们在收音的表现分别怎么样。那我现在这个地方蛮吵的，有车子一直在经过，你们可以听一下这2台机器它们在收音的表现分别怎么样。那 Go Ultra 的话，它有一个指向的麦克风，所以可以预期到它收音应该会再稍微好一点点，但这个落差有没有大到你觉得有必要多花钱买 Go Ultra？ 就是你自己可以再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有这么有需要这种自拍然后指向性的收音方案这样子？配件的部分 ，Nano 的配件没什么好说的，记得吸盘是可以拆下来的哦。
拆下来就是转接自拍杆的支架。如果你更介意可玩性的话 ，Go Ultra 的配件在各方面都更成熟。脖挂能调整机器的朝向，更适合胸前佩戴拍摄。Go Ultra 的帽夹单手就能吸，这个帽夹我真的是越用越喜欢。我现在都只带单机身跟帽夹出门了，你们买 Go Ultra 就会附。建议所有人都要用用看，这是我2025年用过最棒的配件。我会把它夹在包包的内袋，要用的时候拿出来，放在桌上当个小脚架。或是立起来当手持的自拍棒，衣服不厚也能磁吸，也能直接夹在厚纸袋或是纸箱之类的平面，而且超轻薄，完全不占位。然后你想要玩宠物背带、大头宝宝微距镜、潜水壳、万用粘贴片、头带、背带支架、ND 滤镜这一类 ，Insta360依然是配件大哥。好玩的配件还是 Insta360更多啊。最后讲一下 Nano 最有优势的地方 ，DJI 最厉害的核心技术。价格，对不起啊，我真的很想讲，这个$460，这个$340，价差$120，哇靠！想要$120收买我，帮你免费打广告啊！大家好，我是 DJI 的赛车选手。好啦，我不是很喜欢，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我的心路历程是看到谍照的时候，哦，电池；拿到实体的时候，哦，没有电池；然后测试的时候看到预览的画面，哦，画质。然后看到实际的素材，就蛮幽默的。最后我用 Q&A 总结一下好了。首先 ，Nano 跟 Go 3S 买哪台？画质跟价格来说，一定是买 Nano， 除非你买得到更便宜的 Go 3S， 或者是拍摄需要体积更小、更轻、更迷你的相机，那 Go 3S 目前还是有它独特的价值。在够成熟的迷你相机里面，它是最小的存在，配件又是最完善的。然后 Nano 跟 Action 6买哪台？就算我们都还没看过 Action 6的实机，我也不觉得 Nano 可以取代甚至 Action 5。稍微暗一点就太晃了，它是非常入门级的画质，比较像是在创造 Go 3S 的跨品牌替代品。我可能会更建议你选 Action 6吧。急着要买的话，向下选 Action 5或是 S Pro 2。然后 Nano 跟 Go Ultra 买哪台？除非价格真的便宜很多啦，不然 Go Ultra 可能会更适合大多数人，也更适合外观党，例如我。我都是带这个相机出门，而不是带 Pocket 3，就是因为我不是在追求那个画质，而是想要一个可以让我开心的玩具，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满意的穿搭配件。那单机身使用和配件生态更成熟的都是 Go Ultra， 有它很难被轻易超车的优势啦。不喜欢 Go Ultra 的话，你就等下一代吧。我还能怎么样？我也很绝望啊！你可以感觉到 Nano 的野心，但如果发展的方向，不是电池共用，或者是空拍机的图传技术下放 ，Nano 要有这些东西才会创造当初 Pocket 3的辉煌。你们应该都可以感觉到我对 Nano 的失望是大于不满的吧？我有尽量讲的不要那么尖酸刻薄的，就。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吸到稳定器，变 Pocket Nano， 或者是装回空拍机 Nano Air？ 这个相机本来可以不只是迷你，但 DJI 从 Osmo 360到 Nano， 感觉它陷入一种在跟别人斗争的状态，忘记发挥它本来的优势了啦。所以 DJI 加油，你们不要再打了，要打去练武士打。然后给我 Pocket 4，我都几年了，就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纠结，再留言给我，或者是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为什么你买 Nano， 或者是为什么你没买 Nano？ 也许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族群跟盲点，你的留言都会帮助到我和其他想要买的人。谢谢你们，冰岛来了，我是陈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